人老了最怕什么？不是没钱，不是生病，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。佛门里有一句流传千年的话，晚年修行第一功课不是打坐，不是念经，不是吃素，而是闭嘴。这句话背后藏着改变家族3代命运的因果。今天这个故事值得你一字一句听完。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从小到大你听过父母说的哪句话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你？那句话可能是温暖的鼓励，让你在最难的时候还有勇气往前走，也可能是冰冷的否定，像一根刺扎在心底最软的地方，过了几十年还是会隐隐作痛。这就是语言的力量，它可以成就一个人，也可以毁掉一个人。人到了晚年，说出的每句话分量更重，因为那里面装着一生的经历，装着一生的爱恨，装着一生的能量。这些话落在子女心里，就像种子，好的种子能庇佑后代，坏的种子能拖累子孙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佛法讲的因果。法句经里说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，水滴虽微，渐盈大器。意思是不要小看那些微小的恶行，不要以为不会带来灾祸，就像水滴虽然小，一天一滴，时间久了也能装满大缸。说话也是这样，一句恶言看着轻，但它会在因果里留下痕迹，有些痕迹很快消失，有些痕迹却会留几十年，甚至几辈子。佛陀在世时专门讲过口业的果报。佛教的10恶业里，光跟嘴有关的就占了4种：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。绮语妄语是说谎，两舌是搬弄是非，恶口是恶言伤人。绮语是说没意义的话，说引人向下的话。为什么佛陀把口业看得这么重？因为在所有业力里，口业最容易造，也最容易被忽视。你打人需要动手，你偷东西需要行动，但说话不用，张口就来。一天可以说上千句、上万句，每句话都是一颗种子，种在自己的业识田里，也种在听者的心田里。阿含经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位比丘问佛陀，世尊，众生为什么会堕入恶道？佛陀回答，众生堕入恶道是因为3种业力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其中口业的作用最隐蔽，也最绵长。一句恶言可以燃烧7世，一句善语可以庇佑3代。这话说出了语言的真正力量。很多人以为话说完就过去了，像风一样散了。佛法告诉我们不是这样，每句话都会留下痕迹。有些种子很快发芽，有些要等几年、几十年，甚至几辈子，但不管早晚因果，从来不会亏欠任何人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来自一座深山古寺。据说古寺最早由一位唐朝禅师所建，那位禅师在红尘里阅尽沧桑，最后选择远离人烟，在山中度过余生。他临终前留下一句话，言多必失，静默是金老来守口，福泽子孙。后来这句话被刻在山门上，成了寺庙最重要的传承。故事的主角是这座古寺的最后一任方丈，他在那里住了将近70年，从10几岁的小沙弥一直修行到方丈。在他即将圆寂的那一年，他把一生最深的体悟传给了唯一弟子。这个体悟的核心就是晚年说话的秘密。这不是什么神秘咒语，也不是法术，而是一个关于因果的深刻洞察，一个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参透的道理。如果你正在收看这支影片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请在下方留言区打出4个字，福慧双修。这不只是为你自己祈福，也是为你的家人祈福，为你的子孙后代祈福。当你打出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。好，现在让我带你走进这个故事。很多年前，老和尚还是一个普通中年僧人，他在寺里的职责是接待前来参访的居士和信众。因为他博学多闻，又很会讲话，每次开口说法都能把深奥佛理讲得浅显易懂，听得人如沐春风。渐渐的，他的名声越传越远，有些达官贵人专程从远方赶来，只为听他讲一次法。然而就在他最风光的时候，一件事悄悄发生了。那一年，有一位南方来的富商带着全家人到寺里进香。富商做布料生意，家业庞大，富甲一方。他有3个儿子，都已经成年。大儿子沉稳持重，负责打理家族生意；二儿子聪明伶俐，在外地读书；三儿子还年轻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富商在寺里住了3天，每天都来听老和尚说法。第3天晚上，富商私下求见，说有一件事想请教。老和尚问他，施主请说。富商叹了口气说，师父，我这一生赚了不少钱，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些财产以后怎么分配我。这3个儿子性格不同，能力也不同，我怕我走了以后，他们会为了争产反目成仇。老和尚听了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施主，老衲有一句话相告，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不舒服。富商说，师父请讲。老和尚说，你担心儿子们争产根源不在财产分配，而在你这些年来对他们说过的话。富商愣住了，师父此话怎讲？老和尚说，
是不是常常在大儿子面前夸二儿子聪明，又常常在二儿子面前说大儿子才是家族希望，还常常在2个儿子面前数落3儿子不成才？富商听完脸色变了，因为老和尚说的句句属实。老和尚继续说，施主，你以为你在激励他们，让他们互相竞争，互相学习，但你不知道你的每句话都在他们兄弟之间种下了嫌隙的种子。这些种子现在看不出来，等你不在了，他们就会生根发芽。富商沉默了很久，最后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老和尚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改变你说话的方式，不要再比较，不要在任何儿子面前说另一个儿子的是非，不管是夸奖还是批评都不要。你要做的是让每个儿子都觉得他在你心里是独一无二的，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。富商点点头说，我记住了。他又问，那我以后该跟他们说什么？老和尚说祝福的话，说感恩的话，说让他们感受到被爱的话。他停了一下又说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不说话，有很多事你以为说出来是为他们好，其实说出来反而害了他们，这些话你要学会烂在肚子里。富商问，比如呢？老和尚说，比如你年轻时跟谁结过怨，你曾经对不起谁，你心里对哪个儿子其实有偏爱，你对媳妇有什么不满，你对这个家有什么遗憾。这些话一说出来，只会徒增困扰，不会有任何好处。富商听完若有所思。那天晚上的对话被富商的一个侍从无意间听到了，这个侍从跟富商的3儿子走得很近，回去之后，侍从把对话内容添油加醋地告诉了3儿子。3儿子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想，原来父亲一直觉得我不成才，原来那个和尚还教父亲不要再数落我，这不就坐实了父亲对我的评价吗？从那以后，3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就变了，表面上还是恭恭敬敬，心里却埋下了一根刺，而这根刺日后会长成什么，当时谁也想不到。老和尚并不知道这些，他送走富商一家之后，继续每天的功课和弘法。但奇怪的事开始发生了，先是他的声音，原本洪亮清澈的嗓子渐渐变得沙哑。一开始他以为着凉了，过了几个月都没好转。然后是睡眠，他开始频繁做梦，梦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天秤前，天秤一边放着金子，另一边放着一堆写满字的纸，天秤一直摇晃，他怎么也看不清纸上的字。最让他不安的是，他开始在无意中回想自己这些年说过的话，那些曾让他得意的辩才，那些让达官贵人频频点头的高论，那些让信众感动落泪的开示。这些话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重播，每重播一次，他心里就多一分不安。有一天夜里，老和尚又梦到那个天秤，这次他看清了纸上的字，那些纸上写的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每一句。那一刻，他从梦中惊醒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他坐在床上想了很久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公开说法，推掉所有邀约，拒绝所有访客，每天只在寺里做最普通的杂活，扫地、担水、种菜、煮饭。寺里人都很惊讶，有人问他怎么了，他只是微微一笑说，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，这一闭关就是3年。3年里，他几乎不说话，除了每天必要的几句回应，他把所有时间用来静坐和反省。他反省的正是自己几十年来的口业。他发现，虽然他从没说过谎，从没骂过人，但他说过的那些话未必都清净。有些话表面上在说法度，人骨子里却掺杂炫耀。他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大官来问佛法，他回答的头头是道。大官频频点头，当时他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是得意，一种隐隐的得意，那种得意就是不清净。有些话表面上在劝导众生，却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他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农夫来寺里求签，问今年收成好不好。他看签后说了一番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农夫听得一头雾水，最后失望离开。当时他觉得是农夫根气不够，现在想来是他自己没有随顺众生，没有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去说。有些话表面为对方好，其实在评判对方。他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年轻人来问婚姻，他根据描述分析对方妻子的种种问题。年轻人听完连说师傅看得真准。后来那对夫妻真的离婚了。他的话到底是帮了人还是害了人？还有些话表面是客观分析，其实不知不觉种下了是非的种子。又过了几年，老方丈圆寂，他被推举为新方丈。接任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一条寺规，每年最后1个月，全寺僧众都要禁语。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说话，却很少停下来看自己说了什么。这1个月的禁语是为了让我们听见内心真正的声音。然而因果的轮回并没有因为他的觉悟而停止。在他当方丈的第20年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出现在寺庙门口。那是个中年人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疲惫。
他站在山门外很久没有进来，像是在犹豫。守门的小沙弥上前问他：施主，您是来上香的吗？那人摇头说：我是来找老和尚的。小沙弥问：您硬是我们方丈？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：很多年前我父亲带我来过这里，那时候他还没当方丈。小沙弥把这人带到老和尚面前，老和尚看着来人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。虽然过了很多年，虽然来人已从年轻人变成中年人，但他还是认出了这是富商的三儿子。你来了。老和尚说。三儿子跪了下来说：师父，我有罪。原来富商去世后，三兄弟果然为了遗产大打出手官司，打了好几年，家业几乎散尽。大儿子气急败坏，心脏病发作早逝，二儿子远走他乡，再没回来。三儿子分到最少财产，却因多年勾心斗角，妻离子散，曾经繁华的家族就这样散了。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个晚上侍从告诉他的那番话。三儿子跪在地上，把这些年经历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那些年我一直恨我父亲，他说我觉得他偏心，看不起我，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，觉得他从没真正爱过我。这种恨像火烧了我整整20年。他停了一下，继续说：大哥去世，二哥离开我才后悔。我开始想，如果当初我不那么执着那些话，如果我能放下怨恨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我想起父亲在世最后几年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变了，他不再比较，不再批评，只是默默看着我们，偶尔说些温暖的话。他说：你们3个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。他说：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都是兄弟，血浓于水。他说：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们和和睦睦。可是我听不进去。三儿子的声音哽咽了。我听不进去，因为我心里有根刺，那根刺就是那天晚上听到的话。那根刺让我觉得父亲后来说的都是假的，都是在演戏。老和尚闭上眼，长叹一口气：师父。三儿子说：我不是来怪您的，我知道您当时那些话是为我们好，但是因缘果报不会因为动机善良而改变。老和尚替他说完了这句话。三儿子点头：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晚上您没说过那些话，会不会不一样？如果我父亲没听到那些话，会不会不一样？如果我不知道那些事，会不会不一样？老和尚睁开眼，看着三儿子，缓缓说：你想知道答案吗？三儿子说：想。老和尚说：答案是会不一样，也不会不一样。三儿子不解，老和尚说：会不一样，是因为每句话都是种子，种下了就会发芽。如果那颗种子没被种下，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。但不会不一样，是因为你们兄弟之间的嫌隙，不是那句话造成的。那句话只是引子，把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引爆了而已。如果没有那句话，会有另一句话；如果没有另一句话，会有另一个事件。因为业力已经在那里，他总会找到出口。三儿子听了若有所悟。老和尚又说：这些年我也在反省，当年对你父亲说的那些话确实是为他好，但我没考虑到那些话可能被其他人听到，可能被误解，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。这就是口业的可怕。我们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对的，是善意的，但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这些话会在因缘流转中变成什么。三儿子问：那我该怎么办？老和尚说：你能来这里，说明你已经开始觉醒。从今天起，放下过去，放下对父亲的怨恨，放下对兄弟的怨恨，放下对自己的怨恨，然后用你余生说的每句话去弥补过去的业力。三儿子问：怎么弥补？老和尚说：很简单，说让人温暖的话，说让人感受到被爱的话，说让人有力量的话。更重要的是，学会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那些可能伤人的话烂在肚子里。三儿子深深磕了3个头，然后离开了寺庙。老和尚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静静坐了很久。那天晚上，他对身边侍者说：我这辈子说了无数的话，有些话渡了人，有些话种下祸根，现在回想，后悔的远比满意的多。侍者问：那您这辈子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是什么？老和尚沉默了很久，说：不是某一句话，是无数句我以为对的，以为善良的，以为有用的话，他们单独看每一句都没错，但串联起来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又过了10年，老和尚已经90多岁，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把唯一入室弟子叫到身边，要把一生最深的体悟传给他。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老和尚说，佛法的道理你都懂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不是道理，是实践。弟子恭敬听着。老和尚说：你知道修行人为什么要禁语吗？弟子说：为了减少口业。老和尚摇头：不只是这样，禁语的真正意义是让你有机会听见那些不该被说出口的话。弟子不太明白。老和尚说：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些话明明到了嘴边，就在说出的那一刻突然觉得不对劲，又咽了回去。
弟子点头。老和尚说，这些被咽回去的话才最重要，因为你的内心深处知道那些话不该说，但如果你不经语，你就听不见这个声音，因为话语来得太快，快过了你反省的速度。弟子若有所思，老和尚继续说，尤其到了晚年，这一点更重要，因为晚年你经历多了，心里装的东西也多了，那些恩怨情仇，那些是非对错，那些得意失意都沉淀在心里，随时可能从话语里流出来。这些东西一旦说出口，就会变成业力，影响身边的人，尤其是子孙弟子问，师父到了晚年，具体哪些话不能说？老和尚说，记住这5种话，宁可带进棺材，也不要对子女说。第一种，关于恩怨的话，跟谁有过恩怨，那是你的因果，不要把它转嫁到子女身上。你对谁有恨，对谁有怨，对谁有亏欠，这些都不要说，说了就是把你的业力塞到他们身上。我见过太多例子，父亲临终前告诉儿子，当年谁害过他，结果儿子记一辈子，跟那人的后代过不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第二种关于偏爱的话，如果你对某个孩子有偏爱，藏在心里就好，千万不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是在兄弟姐妹之间中刺。我曾听说一位老人临终前对大儿子说，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子，他以为这是祝福，结果成了灾难。其他儿女听说了，心里都有疙瘩，家产还没分，家就散了。第三种关于后悔的话，你这辈子后悔的事不需要跟子女说，说了只会让他们觉得负担，觉得是不是他们，你才有这些遗憾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年轻时为了照顾孩子，放弃出国机会，她一辈子都在后悔。有一天她把这事儿告诉女儿，女儿哭了一整夜，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母亲。从那以后，女儿对母亲的态度就变了，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再让母亲失望。那种关系已经不是母女，而是欠债和还债。第四种关于评价的话，不要评价子女的配偶，不要评价他们的朋友，不要评价他们的选择，就算你看得再清，那也是他们的人生，不是你的。你说媳妇不好，儿子夹在中间为难，你说女婿不行，女儿以后怎么过日子，你的评价不会让婚姻变好，只会让他们更痛苦。记住，沉默有时是最大的支持。第五种关于埋怨的话，不要埋怨这辈子的苦，不要埋怨命运不公，不要埋怨子女不孝，这些话一说出来，只会让家庭气场变沉，让每个人都喘不过气。我见过一些老人成天唉声叹气，逢人就说自己命苦，子女不孝，结果呢，子女越来越不想回家，越来越不想听他说话，最后真的变成孤家寡人。这就是语言的力量，它可以把你最担心的事变成现实。弟子把这5条牢牢记在心里。老和尚最后说，其实归根到底就一句话，到了晚年要学会守口如瓶。佛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我们这张嘴造的业太多，年轻时造业还有时间消，晚年再造业就要带到下辈子去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话会影响子孙，留给他们金山银山，不如留给他们一个清净的口业。你祝福他们千言万语，不如用沉默给他们一个清净的家族磁场。说完这些，老和尚闭上眼，微微笑了笑。3天后，他在茅棚里安详圆寂。据说那天清晨，寺里人都听到一阵悠扬钟声，虽然那时没人敲钟，这就是老和尚的故事。今天把它分享给你，是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。维摩诘经里说，夫说法者，无说无事，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意思是真正的说法是无说无事，真正的听法是无闻无得。这话听起来玄，其实说的很简单。最高的智慧往往超越语言，语言是工具，也是牢笼，我们用它表达思想，但它永远无法完整表达思想。我们用它传递爱，但它有时反而伤害爱。我们用它解决问题，但它有时制造更多问题。佛法讲深口意3业，口业最容易被忽视。我们每天张口说话，很少停下来想这些话是善业还是恶业，是给人力量还是伤害，是让家庭和睦还是让家庭分裂。无量寿经里说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3句话把修行核心讲得清清楚楚，其中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难做到。为什么难？因为我们太习惯说话，习惯评价，习惯建议，习惯指导，习惯唠叨。尤其到了晚年，我们说出的每句话分量都比年轻时重得多，因为那些话承载着一生的经历，一生的感悟，一生的爱恨情仇，它们像种子会在子孙心里生根发芽。所以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，或者你的父母已经上了年纪，请记住这些道理。有些话说出来是为自己好，其实在害自己；有些话说出来是为孩子好，其实在害孩子；有些话憋在心里难受，说出来只会更难受。学会守口如瓶，不是压抑自己，是保护自己。
更是保护你最爱的人。在生活里，我们可以怎么运用？首先养成话到嘴边留半句的习惯，每次想说什么前，先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句话是真的吗？这句话是必要的吗？这句话是善意的吗？3个答案都是再说出口。如果有任何一个不确定，就先不说。这个方法来自古印度一位智者，他说在说任何话之前，让他通过3道门：第1道门真实，第2道门必要，第3道门善意。只有通过3道门的话才值得说出口。其次，不要在情绪激动时说话。佛法讲嗔恨是3毒之一，我们在生气、焦虑、委屈时说出的话往往最伤人，这时最好的办法是离开现场，让自己冷静，等情绪过去再沟通。有一个实用方法，觉得情绪上来时，先深呼吸3次，然后心里默念这句话说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，等你想清楚了，情绪可能去了。第3，不要在背后说家人的是非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跟外人聊天说的只是家里琐事，但这些话传来传去，最后会变成伤害家人的刀。记住，说家人的好话可以到处说，说家人的坏话要烂在肚子里。尤其婆媳之间、翁婿之间，你在外人面前说媳妇一句不好，这话迟早传到媳妇耳朵里，到时候伤害的不只是你和媳妇的关系，还有你儿子夹在中间的为难。第4，多说祝福的话，少说评判的话。与其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不如说我祝福你做出最好的选择；与其说我担心你会失败，不如说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。祝福给人力量，评判让人抗拒。佛法讲随喜功德，意思是看到别人的好，真心为他高兴并给予祝福。这个道理用在亲子关系上，就是不管孩子做什么选择，都给予祝福。祝福不代表认同，但祝福代表爱。第5，学会用行动代替语言。有时候一个拥抱胜过1000句话，一顿用心做的饭胜过1000句叮咛，一个默默陪伴胜过1000句说教。到了晚年，你能给子女最好的礼物，不是你的人生经验，而是你安详平和不多言的存在。金刚经里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语言也是一种相，它是虚妄的、有限的，会被误解的。所以与其用语言表达爱，不如用行动体现爱；与其用语言传递智慧，不如用生命示范智慧。最后要避免一个最大的误区，就是为你好这3个字。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些不该说的话，都是因为觉得我是为你好，但为你好不能成为口业的挡箭牌。真正为对方好，要站在对方角度想他需要什么，而不是站在自己角度想自己想说什么。佛法讲随顺众生，意思是随顺对方的因缘，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想法。到了晚年，最高的智慧不是说的对，也不是说的好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，因为有时候沉默就是最大的慈悲。沉默不是冷漠，不是不关心，沉默是更高层次的爱。当你看到孩子走了一条你不认同的路，你选择沉默，因为尊重他有选择人生的权利。当你看到孩子在婚姻里受委屈，你选择沉默，因为你知道他需要陪伴，不是评判。当你看到孩子在事业上遇挫折，你选择沉默，因为你相信他有力气自己站起来。这种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。道德经里说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最大的声音是听不见的，最大的形象是看不见的。同样，最大的爱也是说不出来的，它存在于每个沉默的拥抱里，存在于每顿默默准备的饭菜里，存在于每个不说教不批评，只是静静陪伴的瞬间里。如果今天是你生命最后一天，你会对孩子说什么？你会说那些恩恩怨怨吗？会说那些是是非非吗？会说那些后悔和埋怨吗？还是你会选择只说3个字我爱你，然后带着微笑把其他一切留在沉默里？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们这一生说过的无数句话，最后能留下来的可能只有那一句带着爱的祝福，其他的就让他们随风去吧。佛说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那些你想说的话，那些你觉得非说不可的话，试着放下的那一刻，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必须说的话，其实不说也可以。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重要的道理，子女早就明白。你会发现你的沉默反而给了他们更大空间去成长。这就是沉默的智慧，这就是守口如瓶的功德。如果你听到这里心里有了一点触动，请在下方留言区写下4个字，福慧双修，为自己和家人祈福。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听到这个古老智慧。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在晚年守口如瓶，为子孙积累福德，让家族的福泽绵延不绝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，请点一下关注，别让这份善知识从你手边溜走。我们下次再见。